今天我們來介紹這台 Dry Ager 乾式熟成冰箱。今天做的是這個不直菌的這種乾式熟成，那個鮮味，是很厲害的起司的味道。那個蘑菇跟起司的味道超明顯，塊肉可以吃到各種不同的風味，很容易就烤出金黄色來，感覺是讚的。你要有心理準備，鮮味整個爆出來，我被嚇到了，怎麼那麼鮮啊 ？Oh my god， 太好吃了吧！嗨，大家好，我是 Kevin， 歡迎火星主廚微微之旅。今天我們來正式的教大家乾熟這件事情，因為之前我們有拍過一部先實驗的乾熟了啦。今天我們來介紹這台 Dry Ager 乾式熟成冰箱。那乾式熟成它其實就是控制它的溫度跟濕度，讓它的內源性酵素跟外源性酵素呢可以去分解它的肉，让它的肉的味道更加的濃郁。这些內源性酵素跟外源性酵素呢可以分解它的蛋白質，然後變成氨基酸，讓脂肪的味道更加的濃郁一些。像这種真空包裝的这種就是叫做湿式熟成，对，它就是没有接觸到空氣，所以它的濕度是保持在裡面的。那乾式熟成的話，就是它是暴露在外面，它表面的菌呢就比較容易生長，然後它也可以就是讓水分變少一點點。好處就是它味道會比濕式熟成更加的濃郁一些。那壞處就是它會減少一些重量。然後還有就是，如果你的乾式熟成的環境不夠好的話呢，很容易會有雜菌，然後可能這個肉就整個報銷了。那如果在上面看到一些綠綠的啊、黃黃的啊，這個看起來不太像是乾式熟成該出現的顏色的話，就比較危險一點。所以我一直沒有拍這個乾式熟成系列的操作，就是因為是沒有一個很好的環境可以推薦給大家。那現在就是有 Dry Ager， 感謝他們就是贊助我們一台冰箱，讓我們可以來教大家怎麼樣做乾式熟成。乾式熟成這件事情，因為有些人他會就直接說我拿一個冰箱，拿一個吹風機，可是你很難去控制它的濕度，家裡面冰箱的溫度可能也沒辦法到這麼低，就很麻煩，非常非常麻煩。然後加上你家的冰箱可能不是專門拿來做乾式熟成，它能做別的事情的話呢，那個環境裡面的雜菌就會非常非常多，就會非常非常有風險。那乾式熟成有分兩種啊，一種就是我們直接把環境控制好到幾乎是無菌的狀態的這種乾式熟成，還有另外一種呢，是我去直菌，把雜菌給過濾掉，給殺掉之外呢，就是噴灑細菌在上面。比如說你像沙拉米，它上面不是有白白的一層膜，它有直菌在上面的。對，那今天我們做的这種是不直菌的，因为这個菌也不是很好買，所以我們今天做的是這個不直菌的這種乾式熟成。我們就先開這一包。我們今天先做這個一樣是豚肉上蓋，對，因為這塊肉呢，它是非常適合乾式熟成的一塊肉，它的風味非常的濃厚。那之後我們應該可以再拿更多肉來試試看乾式熟成。那我們今天拿的是澳洲的和牛 M89等級的。有些人會覺得說啊，拿這麼肥的肉來乾式熟成好像有點不太合理，因為乾式熟成常常都是用一些比較瘦一點的肉。在這之前，我剛剛沒有拍，其實我們應該要做就是我們要先把我們的砧板就是先消毒過。在它碰到我們的砧板之前呢，我們的砧板這些的應該要先消毒過。剛剛沒有拍這一段，再拍一次給你們看。然後我們的手要碰肉的話，也要先用酒精先消毒過，然後再來碰這塊肉。所有會接觸到肉的東西都要先用酒精噴塗過。這是一塊澳洲豚肉上蓋，對，它的確它的脂肪是蠻多的。然後像這個脂肪我們都不會修，對，要乾熟的話，因為它表面會那層會乾掉，對，所以我們都不修它。然後我們要來測一下它的重量，我們看它的失水會是多少，1760。那我們再開另一塊。在乾熟之前，我們會先把外面的這個把它擦乾，對，因為它還是會有一些血水之類的，也不是血水啊，就肌紅蛋白會釋出來，會有一些啊，我們就稱它血水算了，就這樣子。然後乾熟我們盡量用新鮮的肉，所以我只用空運的冷藏的肉。那冷凍的肉乾熟之後，它的風味會比較沒那麼好，因為它會失水率會很高，它的細胞膜都會被刺破，所以它失水率會很高，所以比較不適合做乾熟，就不要拿海運的，海運的問題比較多。那我們會先確認一下肉的味道是 OK 的。那像這個它這個膜啊這些我們都不會去掉，我們都會把它留着，因為到時候都會消掉。像這個它膜已經清掉一些，就比較可惜一點，這塊肉到時候就要消掉了，就有點可惜。2292。那這就是 Dry Ager 冰箱本體，這個是比較大台，它會出一台比較小台的。那你看我裡面其實已經在放肉了，這是乾熟的帶骨肋眼。這個影片出來的時候還有貨，你就自己下去買。然後我們盡量不要放很久，就是這樣，趕快把它放進去。對，然後肉不要重疊，不要疊在一起，就盡量讓它可以通風良好。好。那這台就是我們最近的新玩具 Dry Ager，
它是德國製造的，然後他們從2014年開始的一個品牌，他們現在算是乾式熟成一個蠻領導性的品牌啊。然後這台現在已經算是改版蠻多代的一台新的機器，可以看到說它有這個就不鏽鋼的這個外表，其實蠻好看的。裡面它這邊呢，它有這個燈，所以你就可以很清楚看到裡面的狀況。然後那我們打開看一下，雖然正常來說我們是不開的啦，可是我們打開看一下。這邊它這個是它的控制面板，還有燈光啊、電源啊、這些溫度啊、濕度都可以調整。然後還有這邊是調它的 program， 可以應對你各種不同的需求去調整你的 program。然後呢，再按一下，它就開始照這個 program 跑。然後這邊還有計時器，這個可以計時說，你譬如說你要熟成多少時間啊，10天啊、20天啊，多少都可以用計時器計時。然後這個是溫度，這個是濕度，然後這個是燈光。对，然後這個是電源，就直接可以關掉。然後我們可以看到這邊呢，這個是一個風扇，它這是空氣過濾用的。這個裡面有個 UVC 的殺菌燈，然後它會一直循環這裡面的空氣呢，把空氣過濾，讓裡面的雜菌變到最少。那它這個環境裡面，它現在這邊有附一個鹽盤給我啦。那鹽盤有什麼作用呢？就是接這些可能會滴下來的汁水，然後會讓它在這邊只會產生就是耐鹽性的菌。那通常耐鹽性的菌呢，對人體都是比較無害或者對人體有益的菌。比如說我們醃的泡菜啊，這些都是要加鹽去處理的。然後底下背後呢，它會收集裡面的濕氣，然後就流到後面去，然後從後面去過，就是把它讓它去後面蒸發掉。它這邊都是抗菌塗層的，所以呢，它這邊細菌就比較不容易滋生在壁面上。底下這個是活性炭的空氣過濾，然後這邊有個 hanger， 就是掛鈎吊東西在上面。如果你今天有比較長的東西啊，像魚啊，或者整條的豬肉什麼的，你就可以整個掛在這邊。那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UVC 的殺菌燈呢，其實它是可以關掉的，因為我們有時候做一些熟成的時候呢，我們會需要它有菌在上面。比如說我們要做沙拉米啊，或是有一些人做乾式熟成的時候，他們希望可以直菌，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把這個 UVC 關掉。可以是很懶人的，就是讓它 program 去幫你熟成，也可以呢自己微調到非常精細的地步。Dry Age 它非常的貼心，它有附這一本 Dry Age Bible， 就是乾熟聖經，裡面有非常多的資訊，像我們剛剛講的各種 program 啊這些的，它都有在寫在裡面，說你要怎麼樣去設定你的 program， 在你在乾熟不同肉的時候呢，在乾熟各種不同的肉類或是各種的分切部位的时候呢，你都可以參考這本書，它裡面都有非常多的講解，要怎麼樣去使用它，甚至它最後還有教你要怎麼樣去就是料理乾熟好的肉。所以我就一直在用 Program One 來做這件事情。那其實裡面講解非常的細，而且它還有講解一些科學的原理，你要怎麼樣去使用這一塊肉，對，為什麼要乾熟，乾熟之後會變什麼樣，它其實裡面的科學原理都有講。像這邊就是全部都在講說啊，豬肉要怎麼樣乾熟，各種不同 program 它出來的風味會有什麼不一樣，對，或者是雞肉啊，或者是魚呀這些的，它這裡面都有寫。我看帶骨的牛肉啊什麼的，它這邊都有寫，你要怎麼樣去處理這些肉。那這一本呢，就真的是可以從零開始教你怎麼樣去做乾熟，還有為什麼要乾熟。就算你今天呢，只是想用它的上面就是預設好的 program 去。那如果你今天想要研究更深的話呢，你有更多的知識了，你就可以去自己去微調出自己想要的乾熟的溫濕度。就是拜託，就是吃之前要先聞一下看一下，然後記得保險要買夠，好吧？自己設的 program 自己要負責。所以其實它後面我們剛看到那一片黑黑的啦，其實那個它還可以擴充一個，就是一面岩牆還有 LED 燈，你可以在岩牆後面換顏色，那看起來是蠻酷炫的。可是到底有沒有用，我也不確定。可是反正看起來真的很帥就好了。然後像這一台呢，這一台它是比較大的，另外它有出一個就是只有大概2/3大小左右的，比較小一點。如果你家空間不是很小，或者是你想把它鑲進櫥櫃裡面呢，它也有小的選擇。如果你今天想要有同時熟成不同的東西的話，有些人就會買一大一小這樣搭配。就是這邊是熟成可能它体積比較大的東西，另外一邊可能熟成像雞呀、魚啊這樣比較小的東西。因為通常大家希望就是比較混啊，那如果你要混的話，你要知道怎麼樣混才是安全的。雖然我有說這是大台的，可是它其實還有更大台的，就是展示冰櫃那種超級大台的，雖然也蠻貴的。就是在你家就是或是你的餐廳裡面客製一個乾熟室，就是人可以走進去在裡面閒晃，在裡面滑雪，不是啊，讓你覺得很開心的一個乾熟室。不過這就是另外要客製化的。然後現在這2塊頭上蓋都拿出來了，在這裡。那我們先看一下它的外觀，它其實已經有稍微變小一點點。然後這一面
這一面本來應該是肉的部位啊，全部都已經乾掉，變一整片黑的。对，都是干的。然後可以压压看，这个還有一點點彈性，可是外面這一層就是硬的。這邊都已經變得乾熟了，乾硬的。2個禮拜的，因為這邊有脂肪保護它啊，所以就沒有黑掉。那這個沒有脂肪保護的地方就會整個黑掉。所以通常我們乾熟的話，希望這個肉不要修得太乾淨，對，給我一些脂肪，比較安全一點。那我們先聞聞看，就是一個蘑菇味，對我來說啊，蘑菇跟起司的味道，然後沒有奇怪的顏色的菌，都好像還蠻好的，沒有綠綠黃黃的，這個也是，都可以聞聞看有沒有怪味，然後看有沒有菌斑，如果沒有的話呢，就 OK 了。那我們就來修心它，其實也不太需要修心，因為通常我們修心啊，我們就會直接是生肉，然後我們先把它修乾淨了之後再來切。可是今天不要，今天我們一樣，我們先把它切塊了之後再來修心。我們在這之前呢，我們先稱個重量，這個是大塊的那一塊，2015.2，好，小塊的15600。好，我們這樣算出來，它的重量是少了276.8克。那我们再除以2292呢，它的耗損就是12%。那另外一塊耗掉了198.7克，它的耗損是11.2%，所以它的耗損至少會在10%。然後依照我們等一下再來算，我們切下來的耗損會是多少？對，那我們先來切這塊大的。那紋路現在這樣看起來，你看是這樣子嘛？所以我們應該要這樣切。哦，你看它的顏色，就是另外一種顏色。澳洲和牛顏色不太一樣，然後它的乾皮啊沒有很進去，就只要削掉薄薄一層就好了。出這麼大的刀子，一刀下去多爽！果然我就是適合用這種刀。那比我上次切還要好切很多，因為沒那麼乾。上次那個超難切，切不動。好啊，然後我們就來做一些修心，基本上就是這一面這個啊薄薄的這一層黑黑的要把它修掉，又不能修太多。我們就這樣切，要來試試看嗎？我要撒鹽，這次我要撒鹽。不要問我為什麼不用轉就可以撒鹽，因為底下這邊有很多鹽，不要怕我這個無聊。因為蘑菇跟起司的味道超明顯，超好吃，來。是哦，一切的關鍵在鹽，沒有啦，那個鮮味整個都會出來，蘑菇跟那個起司，但它不是只是香氣而已，是真的吃得出來的那個鮮味，是很厲害的起司的味道，長時間的那種甘露的味道，這是超好吃，太好吃了，這是超好吃，這是超棒的。有哎、欸，那就今天吃這個就好了。今天吃皮就好，是不是？要水一集吃皮而已嗎？下一集才要吃肉，不行不行，太水了。最近已經流量很差，真的太水。然後這一面我們修這樣子，把黑黑的修掉，因為我知道你們不喜歡黑黑的，雖然我覺得黑黑的很好吃。我們把黑黑的修掉之後呢，這邊黑黑的直接這樣子，對，直接把這個一層薄薄的把它切掉。這麼好吃的東西怎麼可以留給你？然後我們把表面的黑掉的地方都把它修掉，然後稍微把油修掉一點。這個油我覺得應該是蠻香的。修完就變這樣。它因為它這個是澳洲和牛，它油分還是很高，油分還是很棒。那我們繼續來收下一塊。那我們這次就比較簡單一點了，黑黑的，因為它不是邊邊吶，所以我們黑黑的我們就把它直接切掉，一刀切，這樣就比較好切，因為它平平的。我們竟然在看着邊邊在流口水，我們看着要被修掉的地方，就說哇幹這個超讚。這種黑黑的就會把它切掉，因為有些人不喜歡看到它，客人一定會該啊，說你這個黑黑的我不要，我們是滿足大家的願望。
那我們直接來稱它的耗損嘛，扣掉剛剛被我們吃掉2小塊，343.7，耗損21%哎，21。不過因為臀上竿還有這塊油啊，不過它這個耗損就真的很大，好硬哦，賣點貴一點。那我們來算，我們到底可以真正拿來吃的肉有多少？那這個我們來量一下，實際上能夠吃到的肉是佔多少？166.1.4%，73%，而且這才2周的，3周的更可怕。好，那我們來修第2塊，紋路這樣子，那我們這樣切過來。我们家只是称可以吃的啦。其實我都希望他們來的肉是可以比較多脂肪的，這樣我比較不會要修掉肉。好，那我們來稱一下，125.5%，71%，耗損是29%，哦，超高的，差不多啊，就這麼高，硬，很硬，非常硬。我們切一半來做牛排，好，那剩下來切燒肉片。哦，結果我們的燒肉片切上人家牛排，燒肉片我們要修輕嗎？其實還好啦，就吃吧。這會不會太厚啊？把它切一下，切成2片。那我們來裝盤擺一下。那我们来烤肉，对，我们先来烤牛排。烤牛排，我们今天難得出動炭爐，看我們多認真啊！我們順便直接來烤個燒肉片吧。那我們這邊這個工作，我覺得有時候蠻好玩的。但是最後都吃肉吃到怕，然後都沒肉可以吃。趁它在烤的時間呢，一樣我們來撒鹽，撒個鹽，就撒這樣薄薄一片，就是你沾的時候不會沾過多啊。對，這在大阪學的，因為用碟子的話有個厚度，你就會沾太多。哦，你看很容易就烤出金黃色來，你看。好啦，我覺得這個再下，可以。來試試看，我們沒有把它烤得很熟，蘑菇味很重，很重，很重，超重的蘑菇味。這邊是很燒啊，是現在燒。這個我們火太大，我們稍微讓它旁邊冷靜一下。這個香味又不一樣哦，畢竟它是澳洲和牛，又是另外一種感覺，完全另外一種感覺。澳和還是吃起來不一樣，很油，就它那個油裡面吸收到的風味又更多一點，就是它的風味層次又完全不一樣。所以乾熟蠻有趣的，你一塊肉可以吃到各種不同的風味。有直菌的話，不同的菌味道又不一樣，所以每個人做出來的味道都會有一點點不一樣。然後吃牛肉乾嗎？拿去烤啊！你已經吃過生的啦。比干亞就是一個要吃焦焦的啊。好，來，哦，只有夠焦。感覺是讚的耶。牛肉乾，真的會變牛肉乾，好像還活着一樣。好，來吃哦。焦焦的又是一個風味，我剛不小心就會滑到喉嚨裡面，然後認真品嘗都不行，很妙哎！它牛排跟燒肉的味道也不一樣。牛排因為我們烤比較焦嘛，它表面的焦香味，它那個蘑菇味沒那麼重了，好像加了很多鹽的鮮味會一直衝擊，一直衝擊。你試試看，沾太多了吧？而且你還挑一塊最焦的，而且焦味好香哦。對，超香的。那焦的地方超香的，就是香啊，比干亞就是一個香字啊。
然後它那個肉汁又都還在，這又不太用 rest， 對不对？我們沒什麼 rest 啊。你看那個剛剛我們切下去的時候，那個肉都鼓起來，它一樣是可以很有保水性。你看這邊就是油而已，這一片啊，如果正常來說我們這樣切一定是汁水都跑出来。跑掉一些水分，它反而它的那個滲透壓变强。我本來以為纖維就是肌肉組織啊被破壞掉之後，應該會水流滿地，那不會啊，超讚。不過主要是因為我們是用空運冷藏的肉在做，所以會差很多。空運冷藏的肉又貴一點點，可是我覺得是值得。好，我們忘了吃這個。我贝可乐看看是什麼味道？熱眼剛剛是蘑菇味跟草本味出來，這邊變成是一種肉的鮮甜味跟草本味。剛剛吃那個燒肉片蘑菇味是重的，吃看這個牛肉乾，吃這個要小心，你要有心理準備，那個鮮味整個爆出來，那個太可怕了。哇塞，這個要有心理準備，我被嚇到了，怎麼那麼鮮啊 ？Oh my god， 太好吃了吧？我覺得邊邊不要削掉比較好你要留着。可是大家不喜歡看到黑黑的，不要沾太多，不要沾太多，你會被嚇死啊！太多了你會被嚇死。你不要以為你巴西人有什麼防護罩，沒有。你懂我意思了沒？這個好離譜哦，比剛剛那個還離譜，比熱眼還要離譜。因為它本來就是一個風味多的地方，然後現在這個真的是爆炸，這應該被列為禁藥，我覺得太危險了。我覺得這個地方有精神活性，所以只好我們自己留着自己吃，不給他。太危險了，真的不分享，太好吃了。這會吵架。那濃縮的那個味道實在太厲害了，太厲害了，不能隨便流出去。對，大家來上我們的修肉課的時候，我們分一點點給大家，我用克來算的。這種爆炸性的味道不輸松露這種東西。那個爆炸性的鮮味完全不輸松露啊，這些很難取得的高級食材，像魚子醬 caviar， 我覺得就算是很好的 caviar， 我覺得也常常都太鹹，那鮮味反而出不來。這個鮮味超濃縮的，這個我一定要拿來當做番紅花這種重量來賣，刻一塊美金。哦，這邊邊太好吃了吧，我被嚇到了。我覺得我現在很感謝 Dry Aged。我們本來以為我們吃肉已經吃到一個差不多了，已經有點膩了，肉已經就是這個樣。今天完全是另外一個境界，還有玩法，各種玩法，還有不能流出去的東西。我真的覺得那個邊邊可能因為它的真菌有關係，所以搞不好它真的有一點精神活性。我們可能在這裡面創造了一個迷幻蘑菇的世界。你現在看到我還是一個人嗎？有煙哦！我在雲上面的感覺，靠北。絕命毒師，絕命毒。這會害我被 YouTube 紅標啊！這個如果真的擺對照來的話，覺得盲測一定吃得出來。說如果沒有乾手跟乾手的，那你覺得找一個經驗值不高的人呢？好，我們現在來爭，就是經驗值不高的帥哥美女來跟我們一起吃乾手跟我們來盲測。可是我跟你講，有個問題，如果你要吃那個乾掉的地方的話，只能是2個禮拜的，14天的，21天的不行，21天的太硬。就真的牛肉乾，因為上次我吃真的太硬，21天的肉吃起來味道也有差啦，可是也沒有差很多，也有差，可是比起得到了新的蘑菇，好像比較重要。我們今天試了各種豚肉上蓋的吃法，就我們吃了皮，我們又吃了燒肉片，然後吃了牛排。在乾手這個領域裡面，吃起來的味道会層次差很多，沒有說誰比較好，可是有各自的樂趣，我覺得非常的棒。21天跟14天的差異性不大，可是14天的它的耗损比較低，然後呢，就它的那個皮呀是可以吃的，对，皮可以吃这件事，我覺得也蠻有趣的。下次我們來挑戰更長時間，好，搞不好差異性會跳出來。不過以這種奧盒 M9的奧盒來說的話，可能不太會差太多，但味道也沒有固定起來啊，我覺得都還可以再嘗試一下。然後我們現在都在沒有直菌的狀況下，讓它自己它表面的微生物繼續發酵，這樣子。一樣回到就是自己實踐乾熟這件事情，我覺得要想一下你有沒有適合的環境，因為我的確看過很多人的乾熟出來就是黃黃綠綠、紅紅的，有一點可怕，還是要在有比較好的環境裡面啊。那如果大家有那個預算的話，我覺得交給 Dry Aged 是一個很棒的事情。目前我用起來覺得非常開心。總結來說，就是我覺得乾熟這件事情真的蠻有趣的，很多可以測試。那我們很感謝 Dry Aged 呢，借我們這個機器，讓我們可以做各種有趣的實驗。如果大家想要買乾熟的這塊豚肉上蓋呢，在底下，對，自己找。然後如果想要買 Dry Aged，如果你家裡面可以擺得下 Dry Aged 呢，因為它有大的有小的。
對，因為在底下也一樣資訊欄這邊，底下 YouTube Shopping 這邊也會有，然後有任何有關這個 Dry Agent 問題，你都可以私訊我們。对，也可以用 IG 私訊我們，或者是加我們的 LINE 社群，裡面有各種有趣的人，然後我也會在裡面，或者加我們官方 LINE 去問這些的問題都可以。問更多乾手的想法跟問題呢，歡迎在底下留言區留言。也歡迎你加我們頻道會員，或是抖內我們，讓我們買更多的肉來做乾手，或者是我們買更多的魚，或是買更多的什麼，不知道，可以多來試試看吧。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我們下禮拜見，拜拜。